众所周知，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到很多奇特的公司来交流和学习，吸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因为这些公司会比我们做的目前要大很多。那这次我们来的公司，我觉得你不一定听说过，但是真的很厉害，就这家公司，它叫做牧童。也许你不一定知道这家公司它做游戏的，但是它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隐藏的大佬公司。那么我们现在刚走进来3分钟，李思维，你觉得我们学到了什么比我们更好的地方吗？我觉得抛开别的不谈，有一点它比我们做的好很多。来，潘总这边请。这是什么？水，鱼，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什么？水，一片单独的石头 ，DNA 突然就动了，突然就想坐下来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家神奇的公司吧。但我很奇怪，为什么这家公司一个人都没有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久来了以后一个人都没有？老板，现在是10点啊，10点不到。其实我们公司这个点也是不会有人的，好吧？牧童这里采用了早11晚8的弹性工作制，只有接近11点左右，公司里的人才会慢慢多起来。于是早上9点多就来上班的我们，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尽情探索这个有2000人的公司。来看看会议室哦，这里是入职体验的地方。哇，人家不得不说，人家会议室上面做的这种东西比我们要好一点。没错，而且这个一看就不是 AI 生成的，是画的。确实，它这个是黑暗漫画，你没发现吗？为什么？你看，都是不开心的事情。它的主要内容是不开心的，然后核心内容是一小排字。你看，不用说了，我是按照我的说的做。哦，主要都是这个大半夜都放在了这种恶意的坏的东西上面，只有这边才是真的。对，这个企业价值还挺神奇的。但是你不觉得这种无聊就该这么做吗？因为这样吸引到了我。我们公司应该也做这种漫画吧？就是你把无影墙踩爆什么的都放在最核心的地方。对，然后一排小字写要珍惜公司的财产。哇，人家有专门贴好的奇遇啊，冰淇淋，这个确实比我们的要好大。人家有鸡腿冰淇淋，人家怎么不要钱呢呀？为什么他不要钱啊？不要钱呢？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的？在我们公司以前零食也是不要钱。我们以前零食是不要钱的，真的不是我想收钱。然后就有人当饭吃，他不仅当饭吃，他把它拿回去给家里人当饭吃。对，然后就感觉不是很健康，因为我们有一些是那种就是不能当饭吃的零食，就它作为零食它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辣条。我们从2022年之后，我们就变成半价零食，就是公司贴一半，你付一半。这样会更合理一点，因为人性真的不太经得起挑战。当然，仅凭在公共区域观察是不足以了解这家公司的。在入职牧童之后，新员工会接受一个统一的入职培训，帮助你来快速的融入。你们好，非常欢迎大家入职牧童，我是负责本次入职宣讲的阿淼，希望你们能在这里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做出你们所热爱的游戏。好，你这是哪有人入职的时候会这样？都是闷声不说话。真假的？入职是这样的吗？你入过职吗？你没上过班，你说什么？一般来说，入职的人也不会吵起来。然后公司呢会每天发放2顿餐补，一顿是中午，一顿是晚上，各35，会累积到你的一个叫干饭的平台里面。这个费用是可以一直累计，直到你离职或者是到年底的。也就是1年250多天乘35，算一下大概6000多块钱，7000块钱左右。7000块钱的话，你在这边待10年的话，你可以有7万块钱的餐补，算得很快，对吧？这种东西怪的小孩一样，这样算。不对，我算错了，不是7000多块钱，是14000块钱一年，因为它是2餐。我如果1年不吃饭，这就是存钱。不是，它不能提成钱，但是你可以把东西买成酸酸乳，然后拿出去卖掉。不行了，这违反他们价值观了。其实也可以了啊！因为美团上面它甚至还有电器产品可以卖，攒满了可以买 iPhone。在培训结束后 ，HR 还会将一个包含所有入职相关内容的飞书文档发放给大家，让你来尽快的了解公司。那牧童其实是拥有最多海外玩家的中国游戏公司之一，只是比较低调。那它旗下有《决胜巅峰》等全球发行的游戏。那这一次我们要入职的项目组是牧童旗下一款全新的飞行射击手游《发条总动员》。那同时项目组为我们提供了如同策划、美术、程序、音效等各类岗位供我们入职，而我和李思维选择的是一个可以支配很多东西的岗位——游戏制作人。非常欢迎大家入职发条总动员项目。好的，来，我们有工牌。对，你们有工牌，这是你们今天行使各种制作人权利的一个标识。
好的，这是 team 的。我为什么我是这张图啊？我是和来要饭有什么区别？我先讲一下，就是游戏制作人的一个职责，特别是我们发条总动员的制作人，他的一个使命就是给玩家带来那种简简单单的快乐。然后今天大家来，其实给了大家一个也是比较有挑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的游戏去设计一个新的角色。好，对，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看看我们设计出来的角色，谁的是愿意氪金的，谁的是免费没有人选。好的，好的，好，我已经有个很好的主意了。你看，我现在一直盯着你，啊，这么快吗？大家一定会想氪金的吧？哦，好，那大家加油。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新人刚入职，对吧？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要交朋友。我们呢要有一个挑战，因为以前的交朋友我觉得太低阶太 low 了。好，我们现在交朋友的目的熟到一个什么程度？让他愿意用他的饭卡给你买饭吃。对，没错。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为什么早上10点多了一个人都没有啊？哦，有了，哎，你能给我用你的干饭的东西买东西吃吗？没问题。你看，这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我跳过了你中间和他增进感情的步骤，直接就买了。怎么办，李思维？你交不到朋友。错，你这样交到的同学不是真心的同学，就是你要给予。我已经想好我的策略。我懂你了，哪个看起来比较有面？要打水，一下子拿个3瓶这种拿过去。哎，我觉得你守在电梯口是个很棒的主意，你说呢？来了很多人，来了，李思维感觉到了，送了一个人。你在干什么？就是要自然，站起来跟撞个满怀也不行。好快哦！在李思维磨蹭了1个小时，终于结交到朋友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还是有正经的工作要做的，那就是设计一个角色。那不仅如此，我们2位见识游戏制作人还要在角色上一较高下，而能在这个阶段给我们提供最大帮助的人，莫过于游戏策划。那么，所以张老师该怎么样策划一个角色呢？我们一般来说会先从我们的 IP 同学这边会开始考虑，会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他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会给到我们的美术同学，让他们去发挥，他们会基于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风，那么可能会画很多的摆屏。然后呢，我们再会去从里面去挑一个，然后我们的一个负责战斗的同学呢，他就会去介入进来。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想说，他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会去攻击或者怎么样，就大概的一个角色就会出炉。我现在有明确的想法，我有一只浣熊，就是他，性格是他，所以我们等会就应该去找美术同学去开始设计了。对，你是不是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我暂时还没有，但是我相信我在和美术老师见上的那一瞬间，我的灵感会瞬间喷发。在完成角色设定之后，照理来说我们要去找美术老师作画了，但是不巧，我们在前往美术组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我们公司审片室豪华很多倍的杜比全景声录音棚，实在是走不动道。里面有很多道具可以模拟游戏里面的声音，特别带劲，所以我们打算另辟蹊径，先来给我们的角色配上一些声音。正常这个地方和我们公司的审片室是差不多的，这边是相当于你们的 mixing room 是吗？会议室。对，目前这个发条总动员的项目是我一个人来负责，单人混所有。哇，太强了。那我好奇就是你们游戏角色，因为全部是小动物嘛，你们录音是用小动物的声音，还是你们的人自己来配这些声音？就是有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猫的角色，那可能找的是猫的这种素材，或者说是叫一个喵。对，或者可以再邪恶一点，对，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猫的 boss。那我们来试一下吧，我想录个浣熊的音效。甜甜老师，你能准备好让它去变成浣熊吗？可以。对，你就是浣熊啊。好啊，准备好了，来发出浣熊叫，需要更阴狠一点，开心的浣熊。不是，你怎么就一个声线啊？你要很多声线的，有情绪在里面的，你好好听啊。我需要一个浣熊现在正在开的它的那个双螺旋桨直升机进行快速的攻击，非常兴奋的叫声。
这还可以。还可以，感觉很有那个感觉。李思维真的就是浣熊，超级牛，每个声音都配，你可能配不出来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甲虫，卡布达，卡布达加独角仙，好不好？好，你声音最好是让人想充值一点，好不好？这是什么需求啊？什么叫声音让人想充值一点？你先要录你飞行的声音啊，你可以找道具，你后面有很多道具。那个锣干嘛呀？我角色废了，好，可以，这是让人非常想充值。放大招就是得有一句口号，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会发声的角色嘛，对不对？要有一句口号。My power is here。好，我已经很难想象我的角色是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倒推，对吧？通常来说，角色相关音效制作流程是先由动画师完成像发射子弹、受伤这样的角色动画，再由音效师去制作与之匹配的音效。但是发条项目组的成员也告诉我们，从立项到最终测试，各个岗位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讲究先后顺序，更多是一个高频的协同。而对于发条总动员这样一个画风上颇具特点的游戏，美术是它特别重要的一环。因为这次发条总动员重点是在于是一个动物呢，都要小动物，所以我选的动物是浣熊。那我现在想做一个是偷感比较重的反派型的角色，然后呢，这个浣熊的性格，我想做的和李思维一模一样，好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已经基本上完整了。我们来试一试吧，各位老师。好的，交给你们了。这是浣熊。哎，对，这个是浣熊，对。我想要一个胖浣熊，像李思维一样吃很多，非常贪婪。那但是头发怎么办？头发怎么办？头发，那李思维，我不一定要他没有头发，就或者他是半秃的，或者是成年大浣熊，可不可以？这太反派了。思维老师还蛮适合进入我们的风格，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李思维很适合这个风格。然后我们这个风格就叫橡皮管。刚刚美术老师提到的橡皮管风格，其实是20世纪初诞生的。当时静态漫画正在向动态影像过渡，动画师需要一种既简化工作量又能保持表现力的解决方案，所以角色被设计为抽象的基础几何图形，四肢关节被舍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像大力水手里面这样自由伸缩、扭曲的手臂。那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影视作品里面看到这个橡皮管风格的身影，而游戏《发条总动员》也是在通过逐帧绘制的形式，延续着永不过时的经典美学。而这种纯粹的视觉语言，正好是李思维的强项。对面要设计呢是一个小浣熊，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要设计呢是一个甲虫，就是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昆虫，而且这个甲虫是会说话的。这目前就是它的2大特色了。我给大家呈现一下我脑海里的甲虫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不管是它人物的造型也好，它攻击的方式也好，甚至它会说话的这个特性也好，它都是目前所有角色里面所不具备的。虽然它跟整体的这个世界观有点不一样，但没关系，这就是吸引人充值的点。有点爱上我的角色了，怎么办？但目前游戏里面应该没有就是类似于近战攻击的设定吧？ Let me see your hands。大家把工作成果都藏好 Let me see your hands。你进展的怎么样了 ？Let me see your hands。你有进展？我已经快结束了。那我们就进展到上色这一个阶段，上完色了，我们就评审了，好不好？好，看我来拉人。虽然我是一个 I 人，好，各位同学，请你们注意一下，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各位这边这个项目组。我们现在想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就我和李思维各自拉了你们的一些同事，做了2个角色设定，所以我希望各位有兴趣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角色讲解。因为我和李思维正在进行雄竞，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的设定，我们的设定呢更遵从于游戏本身的这个元素，它是一只浣熊。我们知道这个艾克它本身也是一只浣熊，对吧？那我们的设定上面，我的重点在于用户想氪必须要有个好的背景故事，所以我们在背景故事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它是艾克的表兄，艾克他本身是一个正义，开的飞机也非常非常好，对吧？所以在背景故事设定之上，是曾经他为了帮助艾克能够掌握飞机，所以放弃了自己的机会，最终是流落到了洛杉矶的比较乱的，你们知道那个城市的那块地区。在那边重新自己再开始掌握飞机，它是一个双向型的，它可以作为 boss， 也可以作为一个可驾驶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底层设定。李思维，你不要紧张，你已经出汗了，但没有关系。这就是剧情和故事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整体的逻辑就是背上借助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垃圾产生伤害。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色，就是用户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比如像《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个玉米投手，
它有可能投出一块黄油，有可能投出一个那个，所以它主要是打高爆伤，这是我们想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我想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点子，就是它是一个3形态的角色。它上来呢，普通攻击，它是喷射粘液，就是就喷射粘液，有一种重组的感觉。然后等到它累积到一定的击杀之后，它就到第2个形态，它可以召唤小的甲虫。这小的甲虫就像无人机一样，像个光环一样围绕着它，可以帮它抵挡攻击。第3个就是近战攻击。这是他的第3个角色，就是发狂的这种感觉，但他只能持续。你设计的角色是不是叫孙权啊？他持续10秒钟，你别管，没有任何缝合在里面。所以，我也让我这边的3位美术老师把我们3形态都给画出来了。最花心思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山，有云，有树林，有它的后代。我讲的是什么？它作为一个甲虫。他没有忘本。什么叫忘本啊？忘本是什么？他没有忘记掉自己是甲虫的这一个事情，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很牛逼的甲虫而离开他原来的栖息地。这就是我的角色，甲虫。在最终的投票结果中，我的浣熊惜败给了李思维的甲虫。那虽然对于游戏来说，玩法和故事就像是旋律与和声一样相辅相成，但对于一个简单快乐的射击类游戏来说，好玩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那不知道你会更喜欢谁的角色，是我的还是李思维的？在牧童这边看了一整天之后，今天差不多轮到我们给他们一些惊喜了。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牧童的员工，还有小伙伴们围在这边，我们准备了2台4K 5万流明的投影仪，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半裸眼3D 的这么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来一起玩发条总动员。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奖品，就是最终分数最高的人能有这个纯金的飞机，是不是非常带劲？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怎么说？第一个挑战者不会是你要拿这个飞机吧？我最喜欢金子了，你最喜欢金飞机了。快点开始吧，李思维，我们开幕，准备好，来开始。哇，这还挺帅的，你们不觉得吗？这个楼可以直接用来玩。你1200万，我来看看我能不能打到6000万分。选择你的英雄，好，开始挑战。我真觉得这个氛围挺好，我们公司应该都有。你看，我们到这个视角来看到非常帅，就超级亮。有操作的，有操作的。谁在咬我？谁在咬我？我躲掉了啊！我也躲。第二，我来结束比赛了。策划。万一没到2亿分怎么办？他明天就不要上班。哦，明天就结束了。差一点，2亿。恭喜渣渣！策划本人获得了冠军，没有什么意外。我决定把这个金飞机送给你。不得不说，牧童的游戏氛围真的非常不错。公司会为各类游戏社团积极的提供经费支持，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游戏人玩家精神的绽放。员工不仅是开发者，他们更是纯粹的玩家。这一次上班挑战也让我体验到做游戏和做视频真的有蛮大的区别的。做视频的流程更像是一条单向延伸的线，从策划、拍摄到后期制作，每一步都要有很具象的方向才能够推进。一旦前期出错，后期调整的空间真的很有限。但是在牧童做游戏，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精密协同的系统里面搭积木，即便前期方向带着模糊感，但是通过上百位有才华的团队成员协作还有帮助，这块积木能够不断的调整结构，达到最好的样子。经过今日的上班挑战和游戏对决，我相信你也能感受到发条的研发团队追求简单纯粹快乐的初心，而这份初心也很好的在游戏中得到呈现。哦对了，发条总动员现在已经在全球同步上线，欢迎去体验这最简单的快乐，真的很好玩。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评论、转发，这会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